好，今天阿森納9000萬歐元報價紐卡的吉馬良斯已經被接手，而切爾西的邊鋒穆德里克禁賽期結束。國際足聯這邊秘書長和主席因凡蒂諾徹底劃清界限，而皇馬已經給維尼修斯發出最後通牒。另外 AC 米蘭的傳奇意大利名宿巴雷西去世，享年66歲。老 K 今天專門為他做一期紀錄片。那麼同樣感謝大家的支持，感謝您的熱推、點讚、評論，也歡迎您鎖定訂閱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好，首先在紐卡斯爾主教練埃迪豪下課以後，阿森納發起了總攻，他們最新提交了報價9000萬歐元的固定轉會費，不含浮動條款，這也成功讓紐卡鬆口。目前交易已進入最後階段，仍有一些細節有待敲定。而吉馬良斯自己早在幾周前就已經和阿森納就個人條款達成一致，雙方約定了一份到2031年的合同。但這段時間，阿森納並沒有急於滿足紐卡將近1億歐元的要價。此前他們2次報價7000萬歐元、8000萬歐元均遭拒絕，直到這一次提升到9000萬歐元，終於取得突破。28歲的吉馬良斯在安切洛蒂的巴西國家隊中場佔據重要位置。由於紐卡本賽季沒能獲得歐冠資格，他已經向紐卡的管理層明確表達了轉會意願。紐卡也已經從摩納哥簽下了阿拉吉班巴，為吉馬良斯的潛在離隊做準備。與此同時，和吉馬良斯關係密切的主教練埃迪豪已經離任。這筆交易還牽扯到里昂隊的經濟利益。吉馬良斯2020年由魯尼奧引進，2年後以5000萬歐元的總價被出售給紐卡斯爾。里昂保留了20%的2次轉會分成。按照當前9000萬歐元的基礎轉會費計算，里昂將獲得超過800萬歐元的收益，這也是一筆可觀的補充。另外，必須指出，這次和去年的伊薩克不同，如果阿森納在接下來幾天無法敲定交易，吉馬良斯也會返回到紐卡參加周一的訓練，這是他本應該參與的第一個訓練課，他絲毫沒有罷訓的意思。與此同時，吉馬良斯的經紀人還更新了社交媒體，曬出吉馬良斯和維尼修斯一起身穿巴西國家隊球衣的合影，這引發了2個人一起赴阿森納的猜想。過去3年的英超，吉馬良斯是唯一一個在對抗、在搶斷和贏得球權這3項數據均達到了200加以上的中場球員，這也能夠充分體現出他的硬度。去了阿森納搭配賴斯，平時還有斯凱利和蘇比門迪可以輪換，這4個人無論怎麼組合，大家都能得到充分的休息，也能發揮自己的特點。阿森納下賽季的中場真的太爽了，上賽季吉馬良斯在場上還和賴斯幹過架，這2位大哥老 K 都很喜歡，不僅是球踢得好，關鍵作風硬朗，領導力也強。而離開之前，吉馬良斯也在 ins 上曬出了前任主教練埃迪豪的照片，還配文向他表達了敬意。吉馬良斯寫道：這家俱樂部的國王，感謝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我非常珍惜我們在一起度過的時光，謝謝你讓我成為了更好的球員，也成為了更好的人。任何語言都無法真正的表達能夠在你麾下踢球讓我有多麼享受，祝你未來一切順利頭。作為巴西球員，吉馬良斯一直是個性情中人，對俱樂部對埃迪豪都有很深的感情。過去的托納利加上吉馬良斯加上喬林頓，這個3人組被英超球迷戲稱為葬禮3中場。現在吉馬良斯接近離隊，托納利已經離開，29歲的喬林頓也告訴紐卡俱樂部他想去沙特，但目前還沒有任何報價。舊的時代已經落下帷幕，新的一批小將們將在新任主教練的帶領下，在紐卡斯爾寫下新的詩篇。但這一切讓紐卡的傳奇球星阿蘭希勒非常傷心，他表示紐卡連續賣掉主力球員已經偏離最初設定的目標。顯而易見，整個俱樂部的格局已經發生改變，這是一家正在發生變化的俱樂部。從老板的願景和抱負以及轉會策略來看，如今的情況和3年前相比已大不相同。3年前，天空似乎才是紐卡的極限，當時人們都在談論如何與最強的隊一較高下。當我們贏得聯賽杯冠軍，我原以為那是個特別的開始，但自那以後，俱樂部的處境似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許多球員已經離開，現在教練也要走了。但最讓人感覺不同的還是整個經營模式，俱樂部已經大幅偏離了最初設定的目標。那麼埃迪豪時代的紐卡斯爾聯隊在聯賽總積分179場290分，位列英超同期第5，超越了同期的曼聯和切爾西，確實也算這幾年英國本土第一名帥，實至名歸。而另一邊，切爾西今天他們的邊鋒穆德里克終於不再處於禁賽期，他可以立即重返賽場。英足總確認，針對穆德里克的反興奮劑紀律處分程序
已經於7月30日經過了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同意後得到解決。根據該協議，穆德里克先生承認自己違反了反興奮劑規則，並接受了相應的禁賽期。24年10月22日，他接受了一次比賽外的興奮劑檢查，結果顯示樣本中含有低濃度的違禁物質。英足總隨即通知了結果，並對他處以臨時禁賽。25年5月23日，英足總指控穆德里克違反了反興奮劑條例。26年1月7日，獨立監管委員會舉行了聽證會，委員會認定他存在被指控的反興奮劑違規行為，並判處了4年禁賽。隨後，穆德里克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訴。在此之後，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修訂了他們的技術文件，這意味着如果穆德里克的樣本是在今天採集的，他樣本中的違規濃度將不會被報告，也不會導致反興奮劑違規。所以25歲過去切爾西的10號烏克蘭中場，終於他回來了。穆德里克立刻更新了個人社交媒體，他寫道：終於證明我是清白的，感謝切爾西在禁賽期間支持我。現在我的重心是回歸足球，每天努力訓練，在球場上要做出積極的貢獻。那麼最終穆德里克沒有通過藥檢，被禁賽4年，現在處罰被縮減到2年半。他預計將加入切爾西一線隊的季前巡迴賽，很可能在本周末之後在中國香港和球隊會合。切爾西官方也發表了聲明，表示當下重點是協助穆德里克融入球隊，繼續他的職業生涯。好的，皇馬這邊，馬卡報說，今天皇馬向維尼修斯的團隊傳達了最終版本的通牒，要麼接受現在這份續約合同，要麼就被賣掉。皇馬的續約報價不會再做任何上調，也不會有新一輪的談判。在經過好幾個月沒有實質進展的拉鋸戰之後，皇馬決定主動打破僵局。俱樂部方面非常認可維尼修斯核心的地位，續約是俱樂部的優先選擇。他們也理解維尼修斯過去幾個賽季的表現，值得獲得重要的經濟回報。但皇馬內部有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不會為了任何球員打破更衣室的薪資結構，無論他多麼關鍵。我們想起好幾年前的總裁 C 羅同樣也是如此。所以如果維尼修斯最終既不同意續約，也不接受轉會離隊，那麼局面已經發生變化。迪奧曼德即將加盟，他具備在兩翼活動的能力，能為主教練穆里尼奧提供高水平的替代選擇，從而減少球隊對維尼修斯的依賴。所以如果維尼續約的糾紛持續，那麼將他放上替補席也不是遙不可及的假設，而有可能成為現實。特別是考慮到合同年限，維尼現有的合同還有1年就會到期，俱樂部在時間上現在處於被動位置。但如果維尼修斯選擇不續約，也不尋求轉會，皇馬可以接受他繼續留隊。但維尼修斯在球隊中的戰術地位將不再享有目前的保障。管理層已明確告知他，這一個選擇帶來的經濟後果需要由他本人承擔。總之，皇馬認為現在必須終結關於維尼修斯未來的不確定性。特別阿森納近期也表達了對他的興趣，這一個插曲更加堅定了皇馬不再拖延的決心。皇馬甚至明確表態，不會為維尼修斯離隊設置障礙。所以阿森納方面對簽下維尼修斯已經有相當的信心。阿森納管理層持續關注着維尼修斯續約談判的進展，他們認為目前有多種操作路徑來完成維尼的交易。只要球員下決定要離開皇馬，阿森納具備足夠的條件將他帶到英超，而皇馬已經承諾不會強行挽留一名不想繼續效力的球員，也不会在維尼修斯的轉會談判中提出不合理的條件。所以目前談判的核心权力完全掌握在維尼修斯本人手中，他既可以選擇接受皇馬的續約條件，也可以選擇主動尋求轉會。而皇馬已經做好兩手的準備，無論他做出何種決定，俱樂部都能應對。接下來就要取決於球員自己的判斷和選擇了。現在槍手阿森納的管理層相信自己具備完成交易的財力，但是將維尼修斯帶到英超的轉會成本，無論是轉會費還是薪水，都有可能成為英國足球歷史上最昂貴的交易，很可能都會打破紀錄。所以阿森納需要拿出巨額轉會費，同時要提供極具競爭力的個人合同。現在就要看維尼修斯自己最終的決定，皇馬的態度會有什麼變化，以及最後的數字拿出來，阿森納在財務上如何滿足。這也許會成為整個足球歷史上最震撼的引援。而且老 K 由衷地說一句，維尼修斯在左路的爆破能力甚至是人類歷史上的最強音。他如果去了英超，阿森納对曼城的时候，維尼修斯对多庫，右邊路還有一個薩卡，想想都讓人興奮不已啊。但現在阿森納還沒有和維尼修斯的團隊接觸，槍手這邊正在等待明確的信號。皇馬預計最遲到下周初就能聽到維尼修斯的答覆，而阿森納內部已經批准了簽下他的決定。
馬卡報今天還發布了專欄，談到了維尼修斯的續約問題，認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皇馬和老佛爺一直堅定地保護維尼修斯，但面對俱樂部提出的續約要求，球員長時間保持沉默，這種做法對皇馬並不公平。他是在皇馬成長為一名最出色的球員，加盟的時候維尼修斯還非常年輕。如今如果他能夠克服那些經常在比賽中影響他情緒和狀態的問題，他本應進入自己職業生涯最成熟的階段，並且能在穆里尼奧麾下拿出最好的表現。目前一切都有可能，但最重要的就是跟皇馬的續約只因為幾百萬歐元的差距遲遲無法解決。而在許多人看來，維尼修斯在皇馬的生活和未來早已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所以如果出走，維尼修斯以後會體會到離開皇馬之後的世界會有多麼的寒冷。毫無疑問，脫下皇馬白色的球衣依然可以繼續生活，但一切都不會再是過去一樣。那些曾經處於類似局面，最終選擇不斷施加壓力並且離開皇馬的球員最清楚這一點。歸根到底，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足球時代，但問題依舊和過去一樣，錢還是錢。除此之外，很難找到其他合理的解釋。好，皇馬這邊和迪奧曼德和萊比錫談判的情況。最新的報道，迪奧曼德大概率不會繼續參加萊比錫的夏訓。周六，他要麼留在萊比錫，要麼就直接去馬德里找房子或者體檢。現在迪奧曼德的初始固定轉會費是 1.2 億歐元，皇馬會分期支付，附加條款還沒有談妥。另外，昨天我們說的鋒線小將埃斯皮，皇馬已經將他簽下，而且從爆料有意埃斯皮到最後官宣加盟，一共才用了不到4小時，真是兵貴神速啊！並且埃斯皮是穆里尼奧親自推薦，他上賽季在西甲聯賽11個進球，左腳進了2顆，右腳進了5顆，頭球進了4顆，堪稱全能型中鋒。皇馬內部已經認為他能夠扮演何塞盧過去的角色，而且未來肯定入選國家隊。而埃斯皮剛剛加盟，已經參加了皇馬的訓練，並且火速入選了球隊出征奧地利的大名單。這位身高1.94米，典型的強力坦克型的中鋒，他不僅在門前有極高的進球效率，同時正在兼顧着大學的學業，所以是一位兼具着強悍的體魄和高智商的現代型鋒線殺手。那麼他來了之後，中鋒恩德里克仍然想留在皇馬參與競爭，但有記者表示，皇馬只會考慮再次外租恩德里克。現在意甲的羅馬隊願意簽下他，而皇馬去年從阿根廷買來的小將馬斯坦托諾落選了這一次對陣佛羅倫薩的大名單，他的轉會正在加速。唯一的懸念是下一站究竟在哪兒？馬斯坦托諾的經紀人已經改口說只想去意甲 ，AC 米蘭正在評估他的情況，而佛羅倫薩也將他列入了引援名單。此外，還有那不勒斯等多家意甲球隊求購，據說羅馬是其中最積極的。這兩天，皇馬19歲的後衛巴爾德佩尼亞斯也官宣加盟了意甲的佛羅倫薩，簽到了2031年。現在的皇馬已經完全信任主教練穆里尼奧，所有的轉會都必須獲他首肯。穆里尼奧曾經在2010到2013年執教皇馬，那3年他以強硬的手腕打破了瓜迪奧拉巴薩的壟斷。這次重返伯納烏，他也在談判之初就明確提出，必須掌控皇馬的競技部門，重組醫療團隊，以及對更衣室要擁有絕對的紀律權。現在老佛爺都已經兌現了這些承諾，將皇馬的未來徹底押注在穆里尼奧身上。值得一提是，最近幾年皇馬在轉會市場上投入巨資，卻依然能夠盈利。他們多年來一直奉行的策略是在眾多的轉售交易中獲得了高達 50% 的2次轉會分成。通過這個渠道，皇馬一共收到了約 1.1 億歐元的收入。這些收入分開來看微不足道，但匯在一起卻是一筆巨資。這兩天，著名的評論員隆塞羅也稱讚了皇馬近年來通過出售青訓球員獲得轉會資金這種方式。他說，皇馬現在的做法甚至值得拿到最頂尖的大學裡研究。出售青訓球員為俱樂部帶來了接近2億歐元的收入，而這些球員中真正已經在一線隊站穩腳跟的只有贡薩洛。你可以想象，這說明皇馬青訓營已經在國際足壇建立起了非常高的聲譽。正是這些接近2億歐元的青訓球員出售的收入，讓皇馬有能力參與到羅德里和迪奧曼德等等重要球員的轉會。皇馬目前的財務狀況非常健康，因此完全有能力承擔這些支出。俱樂部已經積累了如此充足的現金儲備，可以同時支付羅德里加迪奧曼德這2筆交易，說明皇馬擁有非常明確的流動性。毫無疑問，這2筆交易都能完成。到時候，皇馬將以過去20年來最出色的一次夏天的轉會窗口結束工作。
好的，國際足聯這邊，因凡蒂諾現在眾叛親離，國際足聯秘書長格拉夫斯特倫已經和因凡蒂諾劃清界限，而且正在密謀一場政變，想要將因凡蒂諾拉下馬。過去因凡蒂諾對美國總統川普無條件的政治靠攏，加上凡事都是由他一人獨斷，無需向任何人負責，這樣的管理風格已經讓他失去了多數國際足聯官員的支持，人們已經議論已久，看起來他在劫難逃。現在國際足聯的運營總監凱文·拉穆爾也發表了煽動性的言論，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天空體育獲得了一份國際足聯昨天發布的文件，顯示他們計劃加快將世界杯參賽隊伍擴充到64支的進程。國際足聯最早可能在8月14日就將做出決定，但是據天空體育的獨家報道，現在至少已經有96個足協決定抵制因凡蒂諾，他很可能直接被彈劾。而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歐足聯官方宣布，在國際足聯撤銷提議前，將退出國際足聯旗下所有比賽。這時候有記者報道，因凡蒂諾很可能在出售世界杯部分權益的爭議計劃上做出讓步，但他不會辭職，他可能先退一步，讓事情平息下來，然後過幾年再推出另一種賺錢的商業項目。有記者認為他的權力基礎依然非常穩固，但國際足聯首席運營官凱文·拉莫爾這2天的辭職對他是一記重擊。拉莫爾還接受了美聯社獨家採訪，他說：“我感到被因凡蒂諾欺騙了。最近幾天宣布的事情，以及最近幾個月來幕後發生的事情，簡直令人難以置信。”直截了當地說，這個引發如此多爭議和辯論的項目，並非國際足聯的項目，它更不是國際足聯管理層的項目，它只是因凡蒂諾一個人的項目。被忽視的不僅僅是國際足聯的副主席們、國際足聯理事會的各個成員們，還有各大洲足聯各個足協、球員們、聯賽們、俱樂部和球迷們，就連國際足聯管理層自身也被蒙蔽了。像這種長達許多個月的隱瞞和單方面行使權力，絕非小事兒。這些都表明缺乏信任、缺乏透明度、缺乏辨別力、缺乏良好的治理，以及嚴重的缺乏尊重。好了，這件事情我們保持密切關注，看看到底哪一方會獲得最後的勝利。還有，今天熱刺的羅梅羅最終已經和國際米蘭就他的薪水和佣金條款達成原則性協議，雙方距離最終的簽約僅有一步之遙。那麼這就意味着對巴塞羅那來說，羅梅羅又不用想了。此外，國際米蘭已經和熱刺就大約4000萬歐元的轉會費達成了一致。國米的當務之急是需要馬上敲定一筆球員出售的交易。好，與此同時，熱刺的新主教練德泽尔比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今年夏天的熱刺或許還會有2到3個轉會炸彈，而且來的都會是頂級球員。好吧，熱刺真的要大幹一場啊，你可千萬不要騙我們。OK， 感謝大家的支持，感謝您的熱推、點讚和評論。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感謝您訂閱咱們這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